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偶像剧中最让人感觉甜蜜的，应该就是壁咚和公主抱了吧？壁咚对男主角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长得帅和美，那这个画面就是冒着粉红泡泡的。我遇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特别逗。公主抱的要求就比较高啦，男主一把抱起女主角，要面不改色心不跳，还要一脸云淡风轻的说出肉麻的话。那么为什么娱乐圈中的男明星还有一些看起来羸弱至极，还能一把抱起剧中的女主角呢？其实镜头拉远后你就明白了，有走两步就掉的，有用担架抬的，还有怪女演员太胖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男明星公主抱的真实反应吧。首先点名林更新，当年《楚乔传》里的公主抱情节可不少，挺着小肚腩的林狗那是场场吃力，小走两步赵丽颖都快掉下来了，她把各种姿势都试了一遍，差点把赵丽颖摔地上，林更新却把这种抱不起的尴尬甩锅，说赵丽颖太重了，让她减减肥。最后剧组还是上了道具，将赵丽颖放在木箱上才勉强拍完。可赵丽颖真的重到抱不起的地步了吗？众所周知，赵丽颖是小骨架身材，在拍《楚乔传》时才80斤出头，就这重量还抱不起，林更新不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体虚吗？他却反过来怪女方太重。看看隔壁的陈晓，光是这公主抱就能让人看着她20遍。开端中，白敬亭与赵今麦也来了个不能再标准的公主抱。也是挺神奇的，白敬亭看着身板单薄，长相也比较斯文，像小奶狗，然而人家可是脱衣有肉的类型。下至位置中，白敬亭与郑和惠子的公主抱可以说是同类型中的天花板级别。你在左边，我紧靠。这一段相信不少观众至今还印象深刻，简直是小说里走出来的场景。罗云熙作为古装美男之一，他曾因为太瘦了让观众看了心疼，但罗云熙可是有点力气在身上的，在几部古装剧中，公主抱连镜头都不用切，说抱就抱，还颇为轻松，你说这谁看了不心动？鹿晗在与娜扎拍摄《择天记》时也轻松地抱起了她，甚至还转了几圈，整个镜头显得格外唯美。之前超火的网剧《传闻中的陈芊芊》里，赵露思看到老鼠后吓得跳到了男主的身上，这个公主抱可以说是女主自己送上门的，男主却感觉很幸福。话说韩硕真的是男友力满满呀。讲真，公主抱虽然能有一些视觉效果，但如果没那实力就算了，毕竟抱不起来尴尬的可不止男演员，人家女明星也得要点面子，当着众人面摔在地上有多少有点尴尬。比如高伟光和热巴在拍《三生三世》时，有一场公主抱的戏，高伟光抱起了迪丽热巴，无奈仅坚持了2秒钟，而且还累得不行，扶墙休息了一阵，对着镜头悄悄吐槽热巴的体重，说她累瘫了2名演员。其实他不是很重，因为这段戏很重要，高伟光后来借助于道具箱子才完成了任务，迪丽热巴则直接放在了道具箱子上面。其实热巴的体重没有那么夸张，综艺节目《奔跑吧》中，鹿晗毫不费劲的给了迪丽热巴一个公主抱，龚俊不仅给了迪丽热巴一个公主抱，还玩起了转圈，吴磊弟弟也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抱起她，甚至还能淡定的小跑几步。只能说帝君男友力严重不足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其他男演员们也是个个体虚，当时演玄女的朱旭丹看着受到一阵风都能吹跑，但他在剧里被公主抱一下，竟然要3个男人合力抬才能勉强抱起来。只是没想到过了2年，演枕上书的时候，东华帝君还是没能支棱起来，在要公主抱热巴的时候犹犹豫豫，直接甩了个反问句：真的要起来吗？我的天哪，觉得我的汗都出来了。仿佛要抱起热巴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每到公主抱环节，吐槽热巴的体重也成了他的必备项目。跟热巴拍戏间隙闲聊，他也能够扯到体重。给我一个热巴，我可以抱起不仅是高伟光，跟热巴合作过的张彬彬完成公主抱也是满脸吃力，抱着跑2步就要放下。热巴体重在张彬彬这里遭遇到了2次重创，张彬彬给自己的公主抱设了一个上限，超过80我就抱不动。
放眼整个娱乐圈，80斤以下的女星都屈指可数。拍戏期间上个综艺，张彬彬也不忘 Q 一下热巴长胖了，影响她的发挥。我觉得她回来应该有变重，可能在跑男里面吃的太好了，对，回来抱她的时候说，我怎么这么重啊？之后热巴遇到要公主抱的剧情，都有些自我怀疑了。在《烈火如歌》里与周渝民搭戏，知道有公主抱的情节时，热巴对周渝民打退堂鼓。不是啊，说真的，我说真的，你不要抱了。周渝民也很疑惑，为啥热巴这么抗拒公主抱？热巴解释说自己拍了很多部戏，结果每个人都撑不过15秒，加上一些体重吐槽，可能让热巴真的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抱不起是自己太重的原因。好家伙，都给热巴整出心理阴影了。说抱不动的男明星，看看长歌行吧。当年吴磊才20岁，轻松抱着热巴疾跑，然后轻柔的放下。这场戏拍完，热巴脸上都是肉眼可见的开心。演完长歌行，她也终于遇到了一次没有被提体重的公主抱。他是第一个就是把我抱起来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除了热巴，杨紫也经常被男明星当做公主抱的体重接受上限。当杨紫被问到对这个现象怎么看时，她一针见血。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再多健身健身。这话说的没错，有些体弱的男主公主抱抱不起，第一时间就把错丢给女方。有空催女演员减肥，为啥不练练自己的身板呢？比如陈飞宇就是个经典案例。他在《天险之路》里抱不起程潇，一连摔了好几次。那场戏休息间隙，陈飞宇对程潇就产生了体重质疑。他私下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多少？今天晚上吃了多少？还有许魏洲和乔欣合作，都不说抱着站多久啦，有时候连上手的第一下都失败了，瞬间戴上痛苦面具，抱了有5秒钟，他也要放下喘气，甩甩小手。实在抱不动了，剧组还用上了滑轨、木箱，只拍他们上半身。许魏洲倒觉得自己力气挺大的，问题一定出在乔欣身上。公主抱失败其实没什么好尴尬的，我觉得就是失败，为什么失败这个人才尴尬，好不好？不仅不尴尬，还致力于让女方更尴尬。他的嘴里时常打击着乔欣的体重。在发布会上，他拿着话筒吐槽女方块头挺大。在拍戏间隙，因为没抱起，他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甩锅，说都怪乔欣头太大，就连背后采访他都还念念不忘。抱过的最结实的女演员，好像能抱起她这种重物是什么完不成的事情。乔欣确实个儿高，但女明星再重能重到哪里去？乔欣和胡一天合作，咋就没这公主抱的尴尬呢？乔欣在节目里说，胡一天拍戏前还抱了自己颠了2下，一脸轻松的说：“嘿，你才80斤吧？”李现在拍摄电视剧《建王朝》时，需要公主抱女主角李一桐。当得知对方只有80斤时，李现脸上扬起了得意之色，放眼能够抱着李一桐做深蹲，但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虽然足够拼命，但他仍然无法抱起李一桐，这让李现忍不住在镜头前吐槽：“所以李一桐老师谎了自己80斤是假。”什么东西没听清什么？当然，最后电视剧中我们还是看到了李现轻松抱起了李一桐，或者准确的说，他抱起的只是李一桐塞满了填充物的披风。不少网友表示，被电视剧里的公主抱骗了好多年。罗晋和周冬雨拍戏时也让人失望了，有着1.81米身高的他，在1.62米的周冬雨面前，完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再加上周冬雨的体重还不到90斤，按理说应该能够轻松被抱起。可是罗晋只是勉强的把周冬雨上半身抱离地面之后，整个人就踉踉跄跄往前冲，带着周冬雨一起从镜头里不见了。当两人再次回归镜头时，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是在罗晋的笑容里明显有几分尴尬。周一龙曾和张馨予合作《新编程浪子》时，有一个镜头需要他把晕倒在地的张馨予一把抱起，可是在多次尝试之后，周一龙仍然无法抱得动张馨予，最后只能增加人手，一人扶着张馨予的头，一人抬起他的脚，才勉强完成这个镜头。起初张馨予还想帮周一龙辩解，说从地上直接抱起他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直言如果不是自己太胖，问题就出在周一龙的身上。主要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不要找借口。看了这么多抱不动女主的男明星，肯定有很多粉丝替他们辩解，拍公主抱要拍很多条，他们后期脱力抱不起很正常。但其他演员也是一样拍戏，胡歌拍《星舰3》时，花絮里抱着杨幂来回跑了很多遍，也没虚到说抱不起。就算真的太累了抱不起，他们也不闷声大雨的普通景象，都能够一秒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和视线。那么剧里让人眼前一亮的画面，在真实场景中究竟有没有那么唯美呢？今天以太就带大家揭秘一下。
还记得新《射雕英雄传》里靖哥哥和蓉儿在雨中旋转、跳跃、闭着眼那一幕吗？真的超浪漫哎！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只有晕圈没有玛丽苏。还有靖哥哥和蓉儿策马奔腾、潇潇洒洒这一幕，看起来多甜蜜啊！其实压根儿没有马，全靠2位演员跟着节奏摇摆。大唐荣耀里广平王跳下水去救珍珠的画面够唯美够动人吧，然而真实拍摄场景却是一滴水都没有，任嘉伦只能一边想象一边用蛙泳的姿势吊着威亚往上扑腾。这种情况景甜可以不笑场，还能用深情的眼光注视着广平王，也是不容易呀。微微一笑很倾城里也有同款浪漫，肖奈学长骑着单车载着贝微微，单看画面真的超让人羡慕。结果单车下面不仅还有车，而且还有一堆人看着你，跟浪漫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这些，公主抱也是唯美浪漫的翻车重灾区。哦，不是展示男主人公男友力的时刻。你看《择天记》中鹿晗娜扎这个公主抱是不是非常浪漫？男主人公抱女主就像抱起了一根羽毛，轻松自如，毫无重量，实际上都是道具的功劳。在拍摄《梦回》时，李兰迪因为太胖，男演员自己一个人抱不动，只好请来工作人员帮忙，最后甚至用到了梯子，他被工作人员抬着走，男演员就跟着走。赵丽颖在与林更新合作《楚乔传》时，也曾用桌子当道具。当时赵丽颖躺在桌子上，林更新则轻轻抱着赵丽颖的双腿，还有用钢丝绳的方法，需要把女主角直接绑到钢丝绳上，男主角只要做做样子，姿势摆的标准就行，不需要一点力气就能完成公主抱。从荧幕上观众根本看不出一点破绽，效果也不打折。前有虚假公主抱，后有虚假服化道。就拿前些年最火热的古装剧《陈情令》来说，这部由肖战和王一博联手演绎的双主角剧作，一度成为当时最为火爆的作品之一。而在这部作品中，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特效和情景，自然是层出不穷，让观众们在观看演员表演的同时，也被其中的各类画面所深深吸引。其中魏无羡和蓝忘机在16年后的再次相遇的场景，至今让人难忘。蓝忘机因为魏无羡的笛声认出了他那一刻，多少观众为之感动不已。毕竟问陵13载，等一不归人的神情太打动人心了。可是，在后期拍摄的花絮曝光后，却有不少网友被过程中的细节戳中笑点。肖战和王一博两人在拍摄现场竟都是穿着短裤。不仅如此，在其他的拍摄过程中，两人也都是穿着短裤进行的拍摄。就拿蓝忘机跳入湖中捞救魏无羡的场景，透过水面的折射作用，也可以清楚地发现王一博穿着短裤。网友们也因此集体调侃，没有裤子穿的王一博实在是太无奈了。而两人对于这一操作也是丝毫不在意，在片场更是多次互动，相视而笑，看起来十分友好契合。除了《陈情令》中经典又令人捧腹的拍摄花絮外，其他的影视作品中同样也有着引人注目却又让人忍俊不禁的爆笑场面。《还珠格格》中皇上骑马出去围猎的戏，大家还有印象吧？影片里那掉一个策马奔腾，潇潇洒洒。实际呢，全员各式摩托车爆笑出场，幸好只拍了半身，要是拍出全身来，还不穿帮了。还有紫薇和尔康一起骑马的样子，画面看起来非常的甜蜜。然而真实的拍摄场景，海陆和李佳航是在一个木桩上策马奔腾的，画风落差好大，居然还能表现得这么开心，也是不容易了。相比于他们，步步惊心则走的是唯美浪漫风。这部作品中有多幕令人感动、浪漫和梦幻的场景，例如雪景中散步，还有若曦在大雨中受罚，雨雪的辅助和衬托将不论是坠入爱河的若曦，还是在雨中孤单落寞的若曦，都体现得楚楚动人。其实在《步步惊心》这部作品中，有一些场景确实是天气的真实情况，而非导演人为制作，但也有一些场景的营造却真的要靠机器的力量了。比如若曦在雨中罚跪的场景，这也是剧中若曦与四阿哥感情升温的关键一幕。而在拍摄当天，其实并没有下雨，导演只好借用机器的力量进行拍摄。由于水的喷射力度总是无法掌控，结果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淋了个浑身湿透。而拍摄完这幕场景的刘诗诗和吴奇隆也在拍摄结束后马上裹紧外套，并且将毛巾盖住衣服，吸附身上的水分。热巴比他们稍微好一点，在拍摄十里桃花时，凤九被坏人追杀，于是使用自己的仙术御剑飞行。看着这画面，的确让人心里捏了一把汗。凤九跟坏人的距离如此之近，真怕下一秒就被抓到。然而真实场景是这样的，
热巴就是摆出御剑的姿势，在工作人员的帮忙下飞行了一段距离。当明星是要多大的内心，做出这种动作还不笑场呢？还有夜华和思密下凡的画面，剧里潇洒又飘逸，剧外多少有点吓人了。当时2个人都是背后用绳子吊在空中，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其实仙侠剧里大部分场景都是需要演员自己想象的，可能演一部仙侠剧才是真正考验演员演技的时候。赵丽颖拍《蜀山战记》的时候都是无实物的，没有鞭子，但是手里边就是感觉有力，真的甩出了鞭子，这才是真演技。大热的《雪中悍刀行》武打戏相对少了一些，依靠特效做的打戏就多了不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效，才使得有些剧情看起来特别高大上，场面看起来也很壮大。比如说剑九皇第一次在徐凤年面前展露身手的那一幕，他把剑匣往地上一放，然后一把把宝剑从匣子中飞出。看到这一幕，相信不少人都觉得很震撼。从第1集开始就有邋里邋遢、嘻嘻哈哈的老黄，竟然有如此高的剑术。在特效的加持下，老黄前后的反差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还有李淳罡在龙虎山上城入陆地神仙之境时，他的一声剑来，整个龙虎山的剑应声飞起，那个特效再配上宏大的背景音乐，真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所以对于《雪中悍刀行》来说，特效真的是给整部剧增色不少。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这部剧没有了特效，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在拍特效戏的时候，演员们都是无实物表演，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靠自己脑补那些特效场面。比如说剑九皇的那场打戏，演员只需要把姿势、表情演到位，剩下的就交给特效老师就行了。没了特效，老黄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他手指剑匣也没有什么东西飞了出来，就连最后的飞天也变成了大跳。还有徐凤年得到的那2只降虎蟹，实际上就是2个蓝色的布袋子。没了特效，徐凤年就是在对着2个布袋子说话，那画面光是看了就让人想笑。不过最好笑的还是胡迪老奎在水里吃鱼的那段戏。饰演胡迪老奎的陆海身上布满了特殊装置，独自一个人坐在高台上，闭着眼睛脑补着自己抓鱼吃的场景。知道的这是在片场拍戏，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接受什么精神治疗呢。伪装者李明台和明楼2兄弟对峙这段戏也很精彩，特别紧张刺激的氛围。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事？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我还是你大哥。实际上是他们2人互相帮对方360度无死角拍摄的。看见扛着机器客串工作人员的靳东了吗？轮到明楼的特辑镜头的时候，扛着机器的人就变成了胡歌，这样都能不笑场，专业素养可以说很到位了。相比于自制紧张氛围，跨季节拍戏才是演员的噩梦。在冬天拍夏天的戏，演员们上半身一本正经的过夏天，下半身却过着冬天，镜头中唯美浪漫，实际都冻得哆哆嗦嗦。但是为了能拍摄，也只能穿短袖上阵。在拉近全景时，大家可以看见演员们下半身都裹着特别厚的棉衣来保暖。还有一些古装戏在夏天拍摄，实际上对比较繁琐的古装造型来说，这样的剧在夏天拍对演员来说也是有很大的考验的。所以在拍戏之余，会看见很多的演员将沉重的衣服掀开，保持凉快。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只露出上半身，是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的。当然，有的演员也没有那么豪放，但是天气太热，确实很容易让大家中暑。所以一般在没有戏拍的时候，演员们都会将厚重的戏服掀开。看这样的镜头，2人明明一本正经的在对话，但如果不是只拍上半身，切换到全景，就会觉得这2个演员好像干仗或者结拜，看起来就非常好笑了。你还知道哪些拍戏幕后的趣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就请多订阅和关注。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